线天地山河，牵念你的我，不怕土与莲烟悲歌。你在前的光影，沿着梦裂破，锋芒涅槃入我，重燃了喜乐，应对一城海色，紧随你跋涉，不去向巨浪荆棘波折。你见过我桀骜的、清晰的、赤诚的心，从被名利过，带着他地成河的笑容去奔赴辽阔。每一丝丝、一缕缕金丝珠，放在我生命展开荧火，它奔腾般席镌刻。一只水饺，一只虾，思念金牌虾水饺，邀您观看高光时刻。请陛下解开与青海宫之间的百隙。若陛下应允，臣日后愿肝脑涂地，报效陛下。臣启陛下，西南连除大旱，作物欠收，逃难的灾民一路向东，沿途饿殍遍地。西平岗西任刺史刘长平上书求援。先前不是说欠收不过30%？各州府库中还有足够的存粮吗？回陛下，原本是这样，各州府各自开仓赈济，只要熬过这青黄不接之时，迎来秋稻，灾情自然可解。可是这2稻收成又不佳，禾苗盈尺又不结实，到了入冬，灾民遍地，百姓流离失所。更可恨的是，西南诸部看到西平岗灾情严重，更加跃跃欲试，他们想要趁虚而入，侵犯我大征，请陛下定夺。将详情呈上，朕会详加考量。陛下，陛下，如今就连西平岗驻军补给也开始短缺，严重影响我军士气。现在到处有人在说连续大旱，秋稻欠收，这是因为触犯了龙尾神，这是龙尾神在施展惩罚。荒谬！陛下，西南百姓信奉龙尾神由来已久，更有人传说，只有天启城的龙尾神使者前往西平岗祭祀，才能稍缓灾情。陛下，臣也曾听说如此言论。眼下外族跃跃欲试，先前曾听闻纯容妃幼时逢仙得遇龙尾神，从此越州海岸风平浪静，五谷丰登。如果纯容妃前去赈灾，定能安抚民心。回禀陛下，西平岗远在千里，如果真的要缓解灾情的话，应从邻近的越州调粮。纯容妃乃是宫中的女眷，恐怕难以解决西南的困顿。青海公，从越州调粮是一定的，但眼下西南饥馑，人心惶惶。纯容妃既然是龙尾神的使者，代表朝廷前往西平岗赈灾，安抚民心，是最合适不过的。纯容妃乃是陛下的宫眷，并不是朝臣，岂有这么轻易抛头露面前往西南赈灾的道理？借助神迹，事半功倍，何乐不为？陛下，青海公说得对，赈灾一事，岂可派遣宫眷？陛下，还是让户部派人尽快调粮才是啊！陛下，臣愿意。罢了，赈灾之事，朕自会审慎处置。若没有其他事，退朝。
春荣妃，就在刚刚，有一位叫小六的差人送了封信给你。我刚刚做了鱼片粥，您趁热喝了吧。鱼片粥？谁让你做的？青海宫差人送来了记录您平时饮食喜好的册子。我不饿，拿下去吧。啊，是。玉冉，奴婢在。帮我去找一些柏木或柏木制的器物来。陛下，这西南饥荒，雷州各部又从未死心，想吞并西南海域。此事终究要治理一番。春到欠收，秋到又欠收，州府的粮仓不是没有底，就算掏空了他们，也只能应付一时。朕自有法子，用不着你，你好生休养便是。启禀陛下，司库见吴主事奉旨前来。微臣参见陛下，参见青海宫。平身。谢陛下。3月前，你曾上书给朕，说国库黄金无处安放，请求扩建库房。近日来，应该是为此事吧？回禀陛下。中州黄金矿脉丰富，冶炼精粹，天下黄金10之7、8出自中州，但市面流通的多是铜，黄金便大半藏入了国库。这几年，地方缴入国库的铜钱也不少，国库无处堆放。陛下曾下令将这些铜钱向西南诸部兑换成黄金，但如今金价飞涨，即便西南诸部为此设立诸多关卡，黄金还是无法控制地流入天启。今年夏季，国库内连黄金亦无处堆放，是以臣3个月前再次上奏，请求扩建库房。既然如此，传朕旨意，今后10年，凡大征人赋税只交30%，余下的用徭役代替。另外，将国库内的1半财货拿出，用于修建各地的运河、水渠、堤坝以及粮仓。这一半。其中10之其2要送到西南，以西平港为主，修建沿线的运河、粮仓，筹备军备。陛下，这么多的黄金啊！陛下就这么花出去了？小家子气，有进无出，守财奴耳。此时动用国库，可以令黄金价格平稳，恢复正常。但过不了多久，金价肯定会大跌，到时候会对西南的所有部族造成打压。自夷王之乱以来，你我皆不想再大动干戈。如今西南饥荒，雷州诸部都想趁火打劫。若是此举能让他们消停，也不枉费你我这3年来运筹帷幄，默默收敛黄金。就算如此，西南一带依旧动荡不安。臣真心想请命去西平港，为陛下治理西平港，去除这块心病。建明，长途奔袭，你扛不住的。若这是臣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，也是成全了你我之间多年的情谊。好好活下去才是情谊。你什么都别说了，朕绝对不会放你走。陛下，您快去看看纯容妃吧。陛下驾到！臣妾参见陛下，青海宫。纯容妃，你可知宫妃自伤乃重罪？臣妾并非自伤。罢了。
简明，将纯容妃送回凤梧宫。是。不敢劳烦青海公，臣妾告退。他怎么回事？陛下恕罪，纯容妃这些日子不思饮食，心事重重，现下又流了这么多血，像是太虚弱了。医官院的人呢？在路上，大概还要一阵子。赶紧把止血伞拿过来。是。陛下只让青海公送我回来，既然差事已经办完了，青海公请回吧。纯容妃身上有伤，要及时处理。陛下那边，臣才好回话。给我。如有冒犯，请纯容妃见谅。有劳了。以后不要再找解开百息之法了。我做何事，与青海公有何干系？你只知表象，却不知内情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关于百息，最重要的不是其他，是血。唯有刘尚方氏血统的人，才可以解开百息。公爷，公爷，方建明，看来留给你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这名典在祝年已遗世已久，陛下短短几日就在兰州找到残本，运气当真是极好的。哪来什么运气啊？这也是穷尽了州府之力。纵然如此，也才找到区区半册。陛下别急，也许这半本就有陛下想要的信息。希望如此吧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仔细着身子，先去歇歇吧。那陛下呢？朕看完这些便睡。陛下，青海公不行了。什么？陛下，你先歇着，朕回京城宫。陛下这是怎么了？很少见陛下这么慌张。多久了？为什么现在才说？廷尉已经昏迷了几个时辰了，眼下李御医正在极力救治，说青海公的情形很不好，怕是撑不过今夜啊。哎，陛下，天气冷，您把衣裳穿上啊。
参见陛下。如何？青海公他意志力惊人，能坚持这么多日，实属不易。只是青海公体内的卫生花之毒，已从肌理渗入到骨髓，只怕就在这1、2日了。陛下当心龙体呀！朕不管，就算是逆天改命，朕也要留住他。臣实在是无能为力。一定有办法的，一定有办法。府库不是还有一段应龙角可以续命吗？快去取来！万万不可啊，陛下！那可是陛下已被不时之需。快去！陛下，遵旨，遵旨。建明，当初夷王之乱是你不肯放手，如今你竟要自己先走吗？你叫朕如何自处？你叫朕如何孤身面对？师傅，咽下去了，都咽下去了。陛下，建明，建明，这是为何？建明，如何？如何？恭喜陛下，虽然一碗药没有喝尽，但脉象已渐趋平稳。那这是……哦，应龙角本是续命之奇物，青海公短时间之内应该无碍。只是青海公体内的卫生花毒素尚未去除，恐怕日后得寻到比应龙角更加稀罕的灵药，才能护住青海公啊。纯容妃胃口还是不好，这粥是熬得稠了还是稀了？几样细点心也不适口吗？是我自己没有胃口。对了，劳烦你跑一趟藏书阁，将这上面写的书帮我找来。您是要看历朝以来记录勋贵世家的典籍？只要是和流觞方式有关的，这笺纸上若有遗漏，也请一并帮我找来。都退下吧。是。昨夜建明昏倒的事情，没其他人知道吧？陛下放心，此事极隐秘。派去各州府搜寻灵药医典的人，让他们不要停，若有必要，再加派人手。是，遵旨。奴婢定让他们加倍小心，不得外泄。大征14郡，9郡皆其反齐，其中与流觞接壤者3，即成围剿之势。建王楚凤仪挟裹，方知义假降。林泰27年7月初2，胀热不下，帝休病没。我没记错，先帝果然崩于老青海公方知义之前。只是这书上并未写老青海公是否解开了百息。若非解开百息，先帝不可能会先于老青海公病逝。
第48代青海公也晚于皇帝过世。纯容妃，给您准备了一些茶点，您午膳用的少，吃些茶点稍微歇息一下吧。自大征开国起，不算师傅在内，总共有52位青海公，而这52位青海公当中，加上老青海公方之义，总共有17位青海公过世晚于皇帝。臣知道，上一任老青海公比帝修多活了几年，臣亦知道，陛下视青海公为挚友。应该也想过放他自由。这样的事情确实偶有先例。陛下说的没错，百溪当真有解，只是所有的这些书里，竟然丝毫没有提及百溪的，更无从探知解除百溪的方法。难道真的除了他们本人，无人能解？可有起色？回禀陛下，臣已经施针，为青海公稳气去毒，封闭要害。如不出意外，3日之后或可苏醒。好，那这几日朕便不来昭明宫了，以免有些人察之所行，暴露了此事。好生照看青海公，他若有差池，朕唯你是问。遵旨。恭送陛下。纯容妃，天亮了，这么睡容易着凉了。玉然，再去帮我找一些关于此类记载的书籍。罢了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宫外可是有人在哭泣，兴许是做错事受罚的宫女吧。奴婢进来时并没细看，纯容妃无需放在心上，这是宫里常有的事。去看看吧。奴婢求您了，回去吧。纯容妃，纯容妃，奴婢求求您，求求您救救奴婢的母亲和妹妹，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们了。你先起来。谢纯容妃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告诉我，我能帮的一定会帮你。奴婢本是晋成公的一名粗苦仆役，家住在西平港。近几日来，西平港一带处处闹饥荒。昨日，奴婢的母亲写信来说，奴婢的父亲和哥哥都已经饿死了。奴婢的妹妹也和母亲走散了，奴婢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，只能求您了，您救救他们吧，奴婢求您了。饥荒，那要户部拨粮，各州府开仓赈济。我人在都中，如何能帮你的家人？外面都已经传开了，他们说夫人少时遇仙，曾遇到过龙尾神，是龙尾神的使者，而这次饥荒，就是因为西南天海造地，才触怒了龙尾神，降下大旱，使得西南地区饿殍遍地。现在宫里宫外都在传说，如果您能到西平港去，向龙尾神祈祷，就一定能够拯救灾民呢。奴婢求您了，救救我的家人吧！奴婢求您了，奴婢求您了。
一只水饺一只虾，好吃就是思念金牌虾水饺，水饺吃思念，好运在虎年。思念金牌虾水饺，邀您继续观看《胡珠夫人》。明知是无稽之谈，还上书不止。朕看是摆明了有人牵了头，将他们联合起来逼迫朕。有朝一日，朕终要将这群奸臣的舌头给拔了。陛下息怒啊！方海市他现在只不过是宫中的一介女眷，众口一词要他去赈灾，纯容妃做什么？他武是将出身，年纪又轻，让他来协调各州府，人还没到，灾还没震，就被扒了一层皮。启禀陛下，纯容妃求见。就你个没眼力劲儿的东西，快出去！陛下，我正是来协助陛下解决棘手政务的。臣参见陛下。平身。后宫不得干涉，你若无事，赶紧退下，以免惹人非议。西平港赈灾，臣当仁不让。你要去西平港赈灾？既然朝臣跟百姓都请愿了，还请陛下恩准，臣前往西南，协调各州府，赈济灾情。胡闹！你可知西南现在是龙潭虎穴？臣知道，西南如今灾民遍地，如若安抚不好，或许有人揭竿而起。一旦引起民乱，臣必首当其冲，成为所有人的靶子。到时候，我想不死都不成了。不止。是不止。西平港经营海上贸易多年，虽不比皖州的南淮，但那里世家豪商遍地。各州府虽都由朝廷设立，官员也都由都中派遣，但这些人常年与当地的士绅往来，未必与都中全然一条心。如今灾情严重至此，各州府大都有问题，或许就连他们每年上报上来的仓库中存粮的储量都有虚实问题。你明知情形复杂，还敢自荐？难不成你有把握？臣没有全然的把握，只有3成而已。3成？臣认为，世上的事，只要有3成的把握，便可一搏。况且，臣自信有机变。去到西平港实地考究以后，臣便能有5成把握。而朝中其他的官员，至多也就5成把握。他们，陛下未必全信，而臣，陛下可以全信。不可，朕不可让你涉险。臣知陛下爱护臣，但为臣之意，不过青山埋忠骨，马革裹尸还。只要能解百姓之苦，解大征之忧，臣愿涉险。这才是臣存在的价值。还请陛下不要让臣躲在都中，犹如笼中之鸟，日渐消磨斗志。还请陛下恩准，让臣前往西平港。穆德庆，奴婢在。将朕的巡天之印取来。遵旨。近日可曾去过昭明宫？回禀陛下，臣一向不爱走动，近日都在凤梧宫读书消遣。陛下，方海市领旨，携此巡天之印，你便是朕的身外之身，所到之处，诸州府县主官皆任由你调度。朕令你速速前往西平港，赈济灾情，不得有误。臣方海市遵旨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不情之请。小公子，你看我如今还有小公子的样子吗？纯容妃，
公爷，他没在。少子哥，我即日起便要前往西平港赈灾，有陛下手诏，还请你拨派人手协助我。臣立刻着手拨派人手。有劳了。不必告诉那个人，我来过。告辞。恭送纯容妃。这西南一带，进去容易，出来难。还是殿下您运筹帷幄呀，不动声色的就让那方海市走上了不归之路。他以御仙为由，沽名钓誉，冒犯了龙尾神，本该就是死罪。如今西南是灾民遍地，倘若他被戳穿，死在了那里，就连造谣的方建明也难有个交代呀。哎呀，殿下，您这是一箭双雕啊！说到方建明，好像有2、3日没见到他了，早朝也没露脸。是啊，有几日没见着他了。施主事也说了，这几日啊，不见他在宫中走动了。方建明离开都中了？各城门都有咱们的眼线，没有方建明离开的消息啊。如果说他没有秘密离开都中，又没有露面啊，或许是因为伤病，猫了起来也是有可能的呀。我立即传话给施主事，叫他探明真相。倘若这方建明真的有伤病在身，不能露面，那方海市独身在外，孤立无援，那这场戏岂不是更好看了？是。胡珠夫人替朕巡狩，前往西南赈灾，一路不易。愿胡珠夫人此去顺遂，早日归朝。愿胡珠夫人此去顺遂，早日归朝。臣妾拜别。平身。你不是说3日之内便能醒来吗？这都第5日了，为何一点起色都没有？请陛下恕罪，臣已然尽力，时珍少爱，凡能想到的办法，全都一一用上了。但青海宫如此昏睡下去，臣也无计可施啊！陛下，淑容妃命人传话，说是在明典中有所发现，让你赶快去一趟。朕这就过去。若有闪失，朕唯你是问。你先出去候着。是。婢子，你也出去吧。是。
你说明殿中有所发现？刚刚婢子在给我倒茶的时候，不小心在这上面洒了一些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助念古语，上面说的是：凡中毒者，无论何毒，若有龙尾神眷顾，皆可痊愈。龙尾神的眷顾，除了方海市之外，朕还从未听说过有谁真的见到过龙尾神。那从前中毒的人可曾出海寻找过龙尾神？是有人去过，但是从未听说有人带解药回来。臣妾小时候在住你的王宫听到过一些故事，有些人出海去寻找龙尾神赐药，但龙尾神并未赐予。那时候大家都以为那是长生不老之药，但现在看来，有可能是解毒之药。那这上面是否还有其他线索？有没有提到解毒的具体方法？没有。这么说的话，朕觉得可能真的只是传说和机缘了。陛下，是这样的，在雷州数千年口口相传的传说里曾提及，龙尾神的发丝、血和鳞片均可以入药救人。既然名典上有这样的记载，那就说明这些传说不一定是没有意义的。如此说来的话，鲛珠呢？鲛珠是不是也可以？鲛珠，鲛珠是龙尾神的眼泪，应该可以。鲛珠，对呀。谢谢你，提兰。陛下不要谢我，陛下不是说过吗？夫妻就是要一起分担的。关于卫生花，朕……陛下不必解释。提兰虽不知详情，但知道陛下是在担忧些什么。陛下快去救人吧。穆德信，快去把胡珠夫人陪嫁的鲛珠拿来。啊，是。陛下，医官院已将鲛珠磨碎了入药。过来。见面，方海市已经去了西南。你若就此撒手，就真的是天人永隔了。他定会抱憾终身，到时候朕都不一定能保得住他。因此，就算是为了顾念他，你也要赶紧醒过来，明白吗？见面，云逸，这又是怎么了？如何？陛下无需担心，应是鲛珠将体内的毒素逼出来了一些，青海宫暂时没有性命之忧了。这些鲛珠能否将他体内的余毒清除？这个尚未可知，须得再仔细观察一些时日，才能断定。
纯柔妃，还有1个时辰便可以到达西平港了。先生，别急了，先生。果然如他们所说，西南饥馑，到处都是灾民。城中情况如何？说来奇怪，灾民如此之多，却都是周边府县的人。西平港城内并没有多少减员，反而有人聚集。奴婢觉得事有蹊跷。有人聚集，或许是因为开仓赈济吗？可是几个月前，西平港的刺史刘昌平已上书，说西平港仓中粮食告急，已无余粮了。我之前来过西平港，当时还是陈赫然陈大人是西平港的刺史，整个西平港风气蔚然。如今调来这位刘大人，倒不知是何许人也。你且帮我多留意他。奴婢遵旨。因我义无旁骛之问，以示分寸的针妥帖我们。凉风细月推朱门，空荡不恨。这现实安稳，太适合牺牲。见我以顽劣的天真，集中用半隐忍，浪费余生。时光再蛮横，也要百尺子骨骼。思念倒不必借你回忆来傍身。当时风华纷纷，应是何时辰？何故要端坐风月里孤身？想在丹青的城，篝火令笔墨的人，不肯用灵魂相认。望你余生涉水而去的孤独，就不要止于我在的篇幅。未必踏平的路，铭定在我的背部，落成生动的心。